你看这家伙，我刚刚都在油菜地这里，这个松鸦1号从树上一下子飞到我的身上来了，眼神也太好使了，直接上来抢，看到我口袋里面的面包虫品子的，嘿嘿，你这也太没礼貌了。还有一只，我听到有2只叫声，难怪了，看，应该是2号，又来了，上我肩膀了。好，拿出来给你吃点，嘿嘿，别咬我耳朵，吃吧。那个洗个澡，身上好像还是湿的。果然是在哪里洗过澡。这下面有一个池塘，我们去看一下，它应该是在这里洗的澡。这是小胖的领地，下面喂的有鹅，还有鸭子。哦呦，又来了，吓了我一跳，我都招架不住了。这吃相也太夸张了。又来了，围着我一直飞。你看这，稍不注意就不知道它从哪里飞过来的。你简直是防不胜防，走着走着，它们就不知道从哪儿冲过来的。我现在最好还是随时带着这个罐子，里面给它们备一点吃的，不然有时候没带吃的，它就围着你不让走。哎，还挺自觉的，吃饱了马上让的。1号和2号还挺有默契的。哦，一罐吃完了呢，跑了。这是咋了？喵喵在这里趴了好久了。嘿，醒醒醒醒！嘿嘿，这咋了？嘿，这不会有问题吧？完蛋了！来来来，起来！这抓都抓不起来，不会是中毒了吧？这最近好多打农药的，怎么看的不精神呢？看来我们得赶紧给他抱去检查一下。你看这，我给他抱起来，他又跑到那里去了。咋了？又过来这？这个精神状态有一点差呀。我们得赶紧带他去看一下。这到处都是打农药的。春天到了，又到了除草的季节。每年这个季节真的是防不胜防。嘿，正准备装笼子，喵喵又跟过来了。这不会是刚刚睡得太沉了吧？看一下，拿了3根火腿肠，瞬间满血复活。哎呀，差点把我手都咬了，这个大嘴巴！来来来，你们一人一根，来，嘿，这根是你的了。嘿嘿，你要把我手按着，自己叼去啊。对的，叼到花坛上面去吃。对布丁已经有心理阴影了，这个大嘴巴吃的是最快的了。跟着喵喵后面总是有意外的惊喜，半根火腿肠又到嘴了。嘿嘿，他还想抢这一点，哎呀，这，你这也太不客气了，这嘴巴太大了，吃的太快了，喵喵完全抢不过他。没有了，这看样子刚刚是睡得太沉了，1根火腿肠马上就精神了。不过刚刚真的是把我吓到了，看来得给他们关几天，等下雨过后再放他们出来玩。一大把火腿肠，跑得可真快！哎呀，你这家伙，每次看到我拿火腿肠，就不知道他从哪里钻出来了。来，给你吃1根。这，嘿，叼着就跑了，非得抢布丁的。吃完了这根火腿肠，你也该进笼子的。这货吃完了又来了，
啊，再给你一根啊。昨天晚上下了一夜的雨，这家伙跑得远，不知道他跑到哪儿去了，所以昨天晚上没有关到他。喵喵昨天晚上已经被我关起来了，现在去把剩下的几根拿去给喵喵吃。喵喵，在笼子里面，它着急了。不过现在打农药的太多了，只能给它关在里面关几天。等这2天雨下过了之后，再放它出来玩。这下没得狗子跟你抢了，剩下3根都给你吃。啊！啊，来，给它丢进去，放这儿，让它慢慢吃。嘿，嘿。昨天睡得太沉了，真的是把我吓了一跳。现在这个精神状态绝对是正常的，老远看到我都着急要出来。好了，你慢慢吃吧。这货居然在门口给我守着，没有了，都吃完了。啊，下次再给你吃。到你了，主动送上门了，走吧，你也到笼子里面去。最让我担心的还有松鸦3号，这货之前被老鹰抓过，翅膀收不紧，飞行能力现在是特别差。昨天晚上下了一夜的雨，我怕它羽毛打湿了飞不动，啊，整天就躲在这个密集的树里面。在我这里就是给它当成伤员来特别照顾，有好吃的总是先给它吃。好，吃饱的马上就跑了，非常的警惕，又钻到树上去了。你看这家伙好谨慎，被老鹰抓了之后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，对身边任何事物他都防着的，包括我。啊，害怕有陷阱呢。叼了一个马上就飞走了。这货每天是最让我担心的，所以一有时间我都会来找一下他。好了，你不吃了我收了我。走了，太带皮了，飞到我的手上不下去了，这趴在我的手上赖着我给他捞脖子，你倒是会享受，看样子还挺舒服的，翅膀都撒开了。下了2天的雨，今天太阳出来了，正准备带喵喵出来玩，结果这家伙直接跳到我的手上耍赖皮。看来这家伙心情不错，给他捏完了脖子，他竟然站在我的胳膊上面给我唱歌听。松鸦听到他唱歌，开始回应他。你们2个这是在比赛是吧？好了，自己去玩吧。嘿，还赖在我的身上不下去。去吧，去找你的小伙伴玩。对松鸦的歌声很兴奋呢，脖子都扭起来了。嘿，上我肩膀了。来来来，下去。原来是松鸦3号，这货一直躲在这棵树里面暗中观察。雨后的天空格外的晴朗，这些小家伙们今天心情都还不错。松鸦3号在树上兴奋的不停的给我们跳舞。关了2天，这喵喵都憋坏了，一出来都来跟他的小伙伴打招呼。嘿，干啥呀？围着我舔我的手指头。隔壁的布丁也凑过来了，我就知道这几个家伙又想骗我的火腿肠吃。你看吧，隔壁的布丁贼精贼精的。嘿嘿，我这还没拆开呢，布丁已经笑得合不拢嘴了。好了，先给你来一根吧。等了半天了，来，这根给你吃了。每次都是你吃的最快。来，一人还有一根，这根给喵喵吃。你看那大嘴巴，吃的太快了。来，再给你一根，
你可得快点吃啊！还剩下最后一个，我们拿去给点点吃啊，吃吧。这个点点已经有10几岁了，现在都不怎么爱动了。哎呀，一口就给它吃下去了。当的一声，我就知道你藏在这里面。看，哼，你看这家伙在这里啄玻璃。来，出来！嘿，溜这么快干嘛？来，给你捏脖子，别跑。对了，看，好乖呀！你一说给他捏脖子，他马上就把脖子伸着。再给你按一下脑袋。今天这家伙可算是玩好了。好的，带他回去了。走吧。隔壁的狗子坏巧得很，它居然用屁股做喵喵，脖子太粗它叼不住。喵喵小时候被它叼来叼去的玩，长大了这脖子太粗它叼不住了，它居然换这种方式来跟它玩。哎呀，看来这个味道不是很好闻呢，味儿太大了，直接把喵喵熏自闭了。这货又在四处物色新的目标。哎呀，我就知道橘猫又要遭殃了，找了半天找的就是你。嘿，你这下口也有点太狠了吧？嘿，看都不跟你玩了，跑了吧？你这家伙，这一次玩的有点过了，看来真的是被叼疼了，一脖子的口水。干啥呀？叼疼了，跑到我身上来了。平时布丁都是很有分寸的，今天玩过头了，太开心了。橘猫是躺着都中枪，跑了一下就被它叼住了。啊，没事啊。哎呀，这地上的消停了，树上的又打起来了。你看，我这一天都当起了你们的调解员了。刚出来追松鸦，橘猫又悄悄地跟在我的后面。过来，松鸦1号过来了。刚刚他们3个在门前的树上打起来了，直接飞到山上来了。我跟上来看一下，给他们喂点面包虫压惊。这个是2号，在边上等着嘞，吃吧。真是一刻都不消停，我是跟在他们后面2头跑。吃饱了，他们2个又飞到树上去玩了，情绪很稳定，玩好了就回去了。看来橘猫今天真的是伤心了，被小伙伴叼疼了。平时它都不怎么爱出门的，今天居然一直跟着我。幼小的心灵需要我安抚一下。好了，走吧，回去了啊，走。我说怎么突然不走了？你看这布丁，闻着气味就过来了。这局我真的是解不了了。吐舌头了，他刚刚吐了一下舌头。现在是第27天的早上，经过一晚上的漫长等待，小鸭子把这个蛋壳又从旁边开了个口子，看这是它自己开的，嘴巴伸出来了。这边这个大的口子是昨天我帮它开的，我们再等一会儿吧，今天它绝对可以出来。刚刚给它喷了一点水。
经过27天的漫长等待，我们的科尔鸭终于孵化成功。它已经累趴下了，趴在那里在休息。我给它垫了一块布，先让它休息一会儿，等一会儿咱们再给它拿出来拍一个漂亮一点的照片给大家看。科尔鸭出壳现在已经3个多小时了，羽毛快干了。刚给它从那个孵化箱拿出来，现在给它放进保温箱。换地方喽，开始你的新生活。估计明天就可以站起来到处跑了。今天晚上可以游泳了。我们来摸一下这个水温。我们现在把蝌蚪放进去游泳。蝌蚪第一次到水里面来啊，进去就拉了一条粑粑。哎呀，蝌蚪还会潜水，看。鸭子天生的会游泳，丢在水里面，它能在盆里面到处游，把我的裤子都弄湿了。咱们再给蝌蚪水加多一点，感觉水少了，它这个潜水潜不到底，游的不是很过瘾。放一满盆水，这样蝌蚪能够玩得更尽兴一点。感觉现在这个水差不多够了啊，它这个脚看不到这个盆底了，能够飘起来了。第一次洗澡确实有点脏啊，这盆里面你看，这水立马都变浑浊了。哎，这潜水也太厉害了吧！既然拿到外面去，放在那个河里面丢进去我就找不到了，不知道游哪儿去了。哎呀，太厉害了，真好玩，真好玩。当他发现里面是水的那一刻，直接来了一个侧翻跳水，一下子就潜到了盆底去了。哎呀，好开心呐！游，浇它水它还有点害怕，我们让它自己玩吧。今天只给它洗3分钟。呀，这个水它一蹬，水浇了我一脸，这家伙。我们站开一点，只给它洗3分钟啊。上一次给它洗了大概5分钟，我感觉后面羽毛全部湿透了，它都缩成一团了。我后面用吹风机给它吹干了。今天让它少洗一会儿，现在冬天气温比较低。哎，下去了，好开心呐！哎呀，蹬了我一脸水。每次下水都是这样啊。它这个脚掌好厉害，把这个水蹬得到处都是。还好这个水比较干净，不然我等一下就要洗澡了。哎，它好像知道捉鱼了。刚刚好像看到它咬了一下鱼。哎呀，
这满脸都是水。这扣仔洗个澡，游个泳，动静太大了。看他知不知道抓这个鱼。他好像对鱼不怎么感兴趣，没有吃过鱼。把这鱼倒是吓坏了。他没有捉鱼。扣仔突然潜水，我闪都没来得及闪，蹬了我一脸水。我抓到了一条，来，扣仔，给你尝一下鱼。对，吃肉。他给它放了。到嘴的鱼它都不吃，它居然给它放了。喵喵又和一群猫打起来了，伤口还没长好，又被抓烂了。我刚刚看到一只灰色的猫，还有咱们家的橘猫一起往这个方向跑的，跟过来看一下。最近是暴躁的很，好像在前面。哎，我看到它了，果然在这里。喵喵，你跑这儿来干啥呀？嘿，又跑了。那灰色的猫应该是一只流浪猫。你去看这喵喵，这几天是皮得很的。流浪猫战斗力太强了，打不过，每次回来都带着伤。这还拿捏不住你个橘猫呢。嘿嘿。逮着机会他就上去搞一下偷袭，你看，果然是吃柿子捡软的你。这个橘猫都成了他和布丁的玩具了。看似熟悉的招式，其实内藏玄机。这个春天到的，喵喵是越来越暴躁的。可怜的小橘猫也太受伤了，你把喵喵当兄弟，它却把你当女朋友。突然，草丛里面一只蚂蚱一跳，橘猫又满血复活了。是时候逮个蚂蚱缓解一下尴尬了。这该死的蚂蚱出现的也太是时候了，不然小橘猫都快射死了。哼，你看它还挺厉害的，真被它逮到了。我真是替这喵喵着急啊！毕竟暴躁的情绪后面往往潜在着嘎单的风险，所以我劝你还是要冷静一点。哎呀！这天气暖和的，蚂蚱都出来了。看我来个一箭双雕，嘿，逮到了吧？尽管冬天蚂蚱都躲起来了，这春暖花开的传统手艺还是不能丢。给你吃了，好久都没有尝蚂蚱的味道了。来，给你放这儿吧。嘿，它还一脸的嫌弃，这盗走的肥肉又飞了。真是个懒喵喵，放在嘴边你都不愿意动一下。这是对打猎一点都不感兴趣。走吧，你还是跟我回去吧，不然等一会儿又被揍得满身是伤。嘿，松鸦1号又来叫我起床了，还歪着小脑袋看，睡个懒觉他就在窗户叫个不停，直接冲进来了。完了完了完了，进来了一下子就紧张了。嘿呦，好敏捷的身手，过来。他以为我还在房间里面，我就知道大早上在外面守着，肯定又是想哄我的面包虫吃，从窗户溜进去，倒把自己吓了一跳。这一次你们听到了吗？仔细听，这个是松鸦2号，他在后面电线上面一直在喊过来。第一次当面录到了他说话，不过距离有一点远，飞这后面来了，我们跟上来看一下。来，在这个树底还有2只松鸦，看到了吗？看，另外2只是野生的。哎呀，这个样子有一点熟悉呀，好像是开饭。你看它在跳舞，看到了吗？
松鸦2号在上边，那个单尾巴的是松鸦2号。你们看中间这个，怎么看怎么有点眼熟，真的好像开饭。以前它就是这样围着我蹦蹦跳跳转个不停。赶紧把小瓶子掏出来，看一下它还认不认识。开饭，开饭，这是没印象了吗？你看这家伙，光顾着去谈女朋友去了，完全都不搭理我。旁边还有一个电灯泡，哎呀，你看这个2号，别人飞走了，它也跟在后面跟过去了。旁边还有一只红嘴相思雀，好漂亮，看。春天到了，小动物们都在忙着找对象，叫了半天开饭，完全都不认识我了，太伤心了。不过看那个样子，真的好像是它。这长着翅膀到底是飞得快，我追了一圈硬是没追上。那个松鸦2号还跟在后面，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。本来还说到山上来给它喂点面包虫啊，结果这家伙跟着那2只松鸦又跑出去玩去了。你们看，一只红嘴蓝雀在这个树上掰了一根树枝，看样子应该是要筑巢了。它叼着钻到这个竹林里面去了，可能是要在这里面做窝。咱们家的电灯泡松鸦2号玩好了自己回来的，刚刚下了一阵雨，淋成落汤鸡的。为了给他们一个更好的环境，我把楼顶又收拾了一下。来，别怕别怕，过来。松鸦1号倒是很淡定，刚刚进来，2号还是有一点怕。现在到了繁殖季节，那几只不怎么亲人的黄藤鸟和秀呀，我已经给它们拿出去放生了。刚好把这里腾出来给松鸦1号、2号住，中间我还放了一个大草窝，看一下它们能不能在里面繁殖成功。2个小鸭子过来抢虫子，3只烤鸭过来了。现在剩1只烤鸭了，红嘴蓝雀发飙了。红嘴蓝雀来了，它要攻击烤鸭，看一下谁厉害一点。哦，这对它简直是太简单了，完全没有挑战力。松鸦也过来了，松鸦也想吃鱼，哎呦，过去攻击它。看来蓝雀的捕捉能力还是很强啊，这次好像没那么容易，没抓到，2次都没抓到。好贪心，嘴巴里面叼了一条没吃。哎，抓到了，看，抓到了，好厉害！头上的羽毛都打湿完了，几下就被它抓到了，这捕捉能力太强了。看，2条鱼，不过这个水挺深的，你看它的羽毛都湿了好多。给松鸦缠坏了，一直站在边上。松鸦这种情况它就抓不到，一个想吃，一个怕抢它的食物。叼着2条鱼也不吃，把松鸦都缠坏了。事实证明，蓝雀不愧是捕猎高手。它刚刚又飞到池塘里面，抓到了1只毛毛虫，好厉害，身手敏捷。看一下，这都是它的战利品：2条鱼，1条毛毛虫。哇，好厉害！马上就抓了1条。这也太狠了吧！还有1条，哎呦喂，这个嘴巴里面全部是面包虫。
看来它抓鱼能力很强啊！才用了2秒钟的时间就把这条鱼抓起来了，盆里面还有一条，不愧是猛禽。等它把这一条吃了，看它会不会去抓另外一条。哦呦，果然没有让我失望啊！太厉害了，一下就给它叼起来了。我看你怎么吃。可怜的小泥鳅，逃过了抠仔，还是没有逃过蓝雀。这一次总算是遇到对手了。蓝雀也非常有经验啊，它直接啄这个泥鳅的头。泥鳅已经不怎么动弹了，几下就被这个蓝雀给它征服了。它在找下嘴的位置，不愧是捕猎高手。叼着它的这个头部，身上很滑，它叼不住。一双爪子给它按着。这条泥鳅够它吃半天了，这么大一坨肉。它从头部开始吃，直接叼跑了。它要叼在它认为安全的位置。我们跟过去看一下，连我都不放心。好厉害！用爪子给它按着，然后用那个嘴巴撕着吃。像泥鳅这种食物，也只能适合蓝雀这样的猛禽才能吃得到嘴，连鸭子都捉不住它，太滑了。哦，叼跑了，叼跑了，它不让我跟着。